Hello， 大家好，我是奇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一个影片，我们介绍了货币的历史，还有为什么比特币大涨的4个原因。在这个影片，我们会讨论 Elon Musk 这个灵魂人物，以及分享比特币大跌的3个原因。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在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比特币大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比特币的供应是有限的，它的价格取决于供应和需求。比特币和黄金一样，有一天会全部被挖掘。创造者中本聪规定比特币的供应上限为2100万个。第二个原因是规避风险。加密货币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良好，部分原因是当风险增加的时候，加密货币会像黄金一样成为避难所。第三，美元走软。美联储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这有利于天然通缩的虚拟货币来抗衡通胀。第四，更多机构投资者加入虚拟货币市场，当中包括了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比如 Paul Tudor Jones、Stanley Druckenmiller、Ray Dalio。除了以上这4种原因，还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就是马斯克 Elon Musk 效应。自从马斯克当了世界首富，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市场已经慢慢形成了前所未见的马斯克 Elon Musk 效应。其实这也可以被视为羊群效应。羊群效应也被称为从众效应，最早是用来描述动物行为的专有名词，过后更广泛被用在经济学。羊群效应更常用在股票交易中，解释金融投资中群体非理性行为。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会盲目的仿效别人，有样学样，从众的跟风心理。在金融市场，华尔街大鳄都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来赚钱。但是为什么马斯克 Elon Musk 会变成了领头羊呢？自从特斯拉进入加密货币市场后，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似乎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比特币市场，以至于他的影响力被许多人称为埃隆效应。马斯克的个人号召力也源于企业业绩的提升，以他为首的特斯拉终于在2020年摆脱亏损魔咒，实现了自成立以来的首个盈利年。2020年的净利润是 7.21 亿美元，有很多的散户投资者在特斯拉自2019年到今年1月大涨29倍的时候大赚了一笔，更是对他十分仰慕。当中，比特币屡破新高，与这位特斯拉总裁 Elon Musk 近期的言论密不可分。Elon Musk 发布的一些关于加密货币的推特，更大大的推动了狗狗币和比特币的价格。在1月29日，在马斯克更改推特简介为 #Bitcoin 后，比特币就上涨了 18%。随后，马斯克又接连带货的虚拟货币，先是在2月4日一天6次提及狗狗币，然后于2月8日，特斯拉宣布买入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让顾客能用比特币来购买 Tesla 汽车，再次将比特币推入 4.2 万美元的高位。正因为马斯克在欧美有很强的号召力，在他的带动下，有大量的粉丝涌入虚拟货币，带来比特币和狗狗币的上涨。专家估计 Tesla 买入比特币的平均价格在于 3.2 万到 3.4 万左右。自去年年尾，其他上市公司也纷纷表态支持和接受比特币，比如 Microsoft、Visa、PayPal、BMW、Square 等等。但是拥有最多比特币的上市公司其实不是特斯拉，而是一间全球最大的独立 BI 公司，名为 MicroStrategy， 目前拥有超过9万枚比特币。问题来了，为什么气势如虹的比特币会突然崩盘呢？其实这些都是有迹可循，其中一个原因是 GBTC 的溢价。GBTC 的价格早在今年2月尾的时候就猛掉了 22%， 总体的跌幅是多过比特币本身，从原先的溢价 Premium 到被逼负溢价 Discount。这是已经上市公司交易6年的灰度比特币信托基金 GBTC 历史上首次折价交易。这好比说你买房子的时候，你的实际成交价是低过房屋估价。其实 GBTC 的负溢价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市场上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比如加拿大的比特币的 ETF
第二，销售压力增加，机构投资者开始出售其股票以获取套利利益。那些在去年追逐溢价的 GBTC 交易者都开始抛售，相继推低了 GBTC 的价格。之后，比特币在4月份经历了一场大跌后，黄金 ETF 的持仓也出现了变化。5月份前2周，全球黄金 ETF 由负转为净流入。经过2个季度 ，JP Morgan 指出，大型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回流黄金 ETF，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留意市场的 smart money。第二个比特币下跌的原因，当然就是 Elon Musk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Elon Musk 于5月12日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突然宣布了 Tesla 暂停接受使用 Bitcoin 为其汽车付款的计划，理由是出于对环保的担忧。比特币当天就暴跌了 13%， 比特币因此也跌穿了关键支撑点，渐渐的往下跌。直到5月中，加密货币市场更是惨绝人寰，比特币从 4.3 万美金下跌到最低 2.9 万美金，在24小时创下最高 30% 的跌幅。这样的剧烈下跌，在高波动的加密货币行业也并不常见。根据 CoinGecko 数据显示，拥有超过 2.5 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市场总市值，短短几天内1万亿美金在市场蒸发。根据Bybit官网统计，24小时内加密货币市场超过50万人爆仓，爆仓量接近64亿美金。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监管因素。在上个月的5月18日，中国对外宣布，为了遏制洗钱，全国封杀比特币业务，这包括采矿、禁止交易、定价、承包等加密货币应用。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促使了比特币大崩盘。中国官方早在2017年便禁止了首次代币发行和境内的加密货币交易，但很多人仍然可以通过海外交易所来交易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这令北京方面感到担忧。中国政府虽然一直以来禁止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的流通，但却未完禁止开采比特币。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采矿平台就存在于中国，全球超过 65% 的比特币开采是在中国进行。有许多加密货币采矿公司纷纷涌向中国，因为全球虚拟货币采矿领域的大多数投资者都将其采矿平台设置在中国，主要是基于2个原因。第一，中国生产很多采矿机，而且相当便宜。第二，低成本的电力。中国政府在5月突然发布一系列的打击政策，包括金融和支付机构不得接受加密货币成为支付结算工具，不得提供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服务和产品，打击比特币采矿和交易行为等，这些都重创了加密货币的发展。然而，一直以来都严厉禁止比特币的印度，却在当地时间周一5月31日，印度央行突然发布公告称，加密货币交易在印度并未被禁止。看来在全球高压监管越积越密的形势下，印度似乎有意为加密货币留出一片发展空间。比特币的何去何从，看来还有待观察。金融巨鳄索罗斯曾经说过，判断对错并不重要，重要在于正确时能获取多大利润，错误时亏损多少。在牛市里，人人都能赚钱，但最终能存活下来的才是大赢家。好吧，这一期我们就说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或者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就欢迎你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叮当，那么下一次的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